收看关键时刻，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商比亚迪，它的7月的财报出了，没想到这个出炉之后，下它整个掉下来了，它竟然17个月内首度的下滑，而且是产量跟销量通通下滑。你看到彭博怎么形容？他说，因为竞争跟监管的审查加剧，比亚迪的销售下滑，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怪。之前不是7月份才说吗？他们要推出一系列的大促销。一台比亚迪的车子竟然只要台币23.13万，想说这样杀到刀刀见骨，一定会赚得非常多啊，销售一定会非常好啊。结果没想到，竟然都毁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在之前的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特别提到几个字，他说：“你破除内卷，我不给你内卷了。”代表什么？习近平亲手拿着刀把比亚迪给杀了，把比亚迪给毁了。所以世总这样一路看起来，比亚迪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商，他今天不内卷，他就不知道怎么卖车了；他今天不内卷，他就不知道怎么做生意了。对，没错，上比亚迪最新公布了它的这个月的这个营收啊，出现一个下滑的这个状况，连他自己本身呢，他的这个出货量，就是他的这个工厂也在减产。就没想卖的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什么啊？我们从这个7月1号开始呢，我们就要有新的这个购车政策，什么意思呢？就之前我们不是卷得很厉害吗？对，我们现在不卷了，为什么不卷了？因为上面有人在讲话，谁在讲话？习近平。习近平说，你看，我们现在有力提振消费，破除内卷，畅通国内的这个大循环，所以你不要卷了。那因为呢，总书记都这样讲了，他哪敢卷？我哪敢？你看他说政策即将全部作废，之前的报价，我怎么报你都不要听。对，习近平讲话了，所以7月1号开始嘛，那7月1号开始，所以导致他们最近1个月销售量相当糟糕，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7月1号开始就不敢卷了。好，那你也想说，难道真的中国是这个就不杀价，然后这个不流血竞争，那就真的没有内卷了吗？没有，他们还是在内卷，照样卷，只是用不同的形式。什么叫不同形式呢？最近呢，就理想的这个，它发表一款 i8 新的这个电动车，就它是新的内卷是什么意思呢？就打击别的这个厂商，用这样就种成内卷。这个8直接撞卡车，对，那就是内卷。对，这种内卷，为什么？因为我的车好，表示是另外一台车厂很烂嘛。好，那问题是跟它对撞了，就是中国的另外一家国企的卡车公司。所以现在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内卷啊，你就拿国外的来撞啊，你干嘛拿中国的来撞呢？所以就变成是内卷的方式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比亚迪到底影响多大？那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看比亚迪，我们看比亚迪过去几年的这个销售量，你看从这不同颜色就是不同年份，你看大致都是一个往上扬升的这个状态。你看每一年都是这样，对不对？只有大概约莫是2024年的时候，因为季度的月度的关系，因为2月是这个农历的关系，稍微比较差。可你看每一年都是上升，对不对？那尤其是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它旺季的时候因为下半年是旺季，从来没有下滑过。可是你看包括这一条线、第2条线、第3条，这个季度7月份都是往上的，就没想到今年是很明显的往下。对，那为什么很明显往下？你看外媒的报道是这样，这个竞争加剧，那监管的这个审查加剧，比亚迪的销售下降。好，竞争加剧其实没有啦，因为7月开始就已经没有打价格战了，但主要是监管审查。你卖过搞到杀价，卖过杀价之后那怎么办？就卖的比较少嘛。我觉得讲。中国民众我们也在讲，他们也在消费降级啊。消费降级为什么愿意买车？因为你降价啊，你不降价我就不买嘛，所以就变成是这样子。好，那么讲原本你看，他们原本因为今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要一口价，你看礼遇一下，限时一口价，你看海洋自驾版的这个车型来说，5.58万人民币，照回你乘以5来说，30万有找30万的时候，我买了，便宜要死。没错，结果没想到，一这样之后，你看它里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的这个 EV 里面来说，外形还蛮可爱的，对不对？对。然后内装里面来说，它有5英寸的这个，你看仪表板有5英寸啊，5英寸的仪表板，还有中控是12.8英寸啊，然后还有无线手机充电，我们国内很多车还豪车才有这种装备这个所谓设备，现在它5万块人民币的就有这种装备，23万车通通有，所以你看，这个当然很杀，对不对？那你想说，这个55800，那一定是秒杀。就没多久之后，你看就说，我们所有的这个促销活动呢，我们就停止了。你看温馨提醒，那这个亲爱的车友，我们2025年7月开始的这个完全都收回，没有了。所以呢，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那现在就是要
恢复到这个不要杀价，大家不要再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比亚迪收敛了，问题是别人没有收敛。我刚才不是讲吗？理想就最近他因为我要推比亚迪收敛了，对，理想我才不要嘞，对我才不收敛。没有，他收敛是怎样？我没有做价格竞争，对。但是呢，我就说，你看我的这个车很棒，那很棒的时候，他们卷什么？他们卷车的这个测试哈。那个这是理想的车，他为了要证明说，你看我的钢板多厚，你看我就直接跟一个卡车这样对撞，卡车哦，他们两个对撞的是50公里的这个速度这样对撞，赵尔，如果真的假设是真的这样子的话，这样很强你可以跟卡车对撞还没怎么样的状况，这的确是蛮厉害的哈，他撞，但是撞的时候你要他撞完之后什么，卡车头都歪了。那个理想是也太强了吧？但是问题是有人就说，这个好像有点涉嫌造假，因为卡车通常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卡榫把它卡住，我们很少看到对撞卡车会这个车头这样子，都是车头都已经毁掉，那这样有点怪怪。好，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哈。那好，他除了这个对撞之外，还有一个侧撞，你看。它果然是侧撞，你看这个总8T 的这个总质量，然后这样撞过来撞过来侧撞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啦，钢板的侧面其实是比较薄弱的。对，你这个 A、B、C 柱来说，你要撑得住这样。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 camera 拍下来就说，你看没有问题。我们侧撞的时候，你看赵尔多强，安全气囊都全部开了，9个安全气囊全部开。那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测试的人，对不对？你看他被侧撞的时候，你看他的侧囊有打开啊。然后打开的时候，你看完全被包覆住。你看说我们这个车子太强了，你看就这样讲，太厉害了。对，好，那这样。不只是这样赵尔，你看做了一系列，因为我们是电动车，对，很多人对电动车最担心是什么？我因为像特斯拉曾经发生过几个这个车祸是怎样？就我路面有石头打上来之后，打碎了我的这个电池电池然后就着火。对，那他们就做一个测试，你看他们做这个测试你高速通过一个地方，然后下面有一个类似在刮你的底部的这样一个状况，人家说这个有点怪。好，那不只是这个测试被人家抗议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你看我要在车子里面来说。冷冻24个小时，然后零下40度。然后为什么要这样测试呢？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的电动车如果你在低温的时候，它的电池会耗能比较快。它要证明说，你看我这么低的温度都没有问题啦。问题是人家就说有必要做这个测试吗？这个好像也很少会遇到零下40度啊。然后另外一个，他还说什么？我们万一的车子呢被这个1万毫安培的这个电流电击的时候呢，看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很少遇到这个有点模拟闪电这样打过来的时候的状况，对我们电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1万毫安培，对，结果画面当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对，没错啊，好，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另外说，我们还连续击发10颗的这个子弹，然后打这个电池芯。那这个真的很有梗啊！你看他敢打这个电池芯，打。他真的打了10发，对，打了10发之后，真的毫无问题啊！就没想到人家，你看，他就真的，他先一开始的时候先用这个我们要测试的枪，你看真的打这个一般的这个给你看，然后后来再打这个我们的这个包电池的这个外装，就包之后，真的就没有打过去啊，就真的完全就包弄得好好的，就没想到赵尔这样，你看他还说什么？我们10枪随机位置击射来说的话，均未击穿电池包的性能保持良好。可问题是后来就被人家吐槽，他说你用的这个是22.22的 LR 的这个子弹，这个子弹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小杂炮。他就说什么，你只能够猎什么老鼠啦、松鼠啦、兔子啦、土拨鼠啦，还有狐狸等等小型的。所以这一张图，他说什么不同弹药的枪口动能，你看。理想我们这台理想车，它是用这里的东西，几乎最弱.2，然后人家正常是在这里，是他挑一个最弱的拿来测试。你记不记得当时的这个特斯拉，这个伊隆马斯克他在测试他的车子这样砸、撞啊这样，那你看你用这样，人家就觉得说没有错啊，你好把自己讲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好像没有那么好，人家就说你这个是好像这个讲了老半天，好像就是说没有很好的一个感觉哈。那因为他这里面很多测试，人家都说没有必要，而且他这一次惹到另外一家公司。刚才我不是说吗？你用来测试的时候是，被测试那家公司当然会很不爽。对，我哪有那么弱？我的卡车怎么会输你的？好，出来了，那一家车就马上就来了，它是这个东风柳汽旗下的一个叫成龙卡车。对，你看成龙卡车马上就出来了。你看他说，你看我们的卡车哪有那么差？你看他那成龙的 M3的这个载货车，他还给他一个 slogan， 他什么？铠甲之王，开山破土，破土。我们那么厉害。绝对没有那么差，你看他马上就出来了。那因为你理想对中我成龙卡车，对不对？好，我成龙卡车马上就出来说，我哪是你讲的这个样？你要影片，对不对？你有影片，我有影片，他马上也释出他们的影片。你看他们测试，
照人家是这样，卡车前面它是真的用一个锤子锤这样锤下去这个重量是非常多。你看它不只是锤它正面，锤它侧面，锤它锤来锤去，你看这样锤都没有问题哈。那而且还不止这样，你看它还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如果你以卡车来说，它的玻璃面是最弱的，对，它用这个，你看用一个这个锤子去锤你的一个圆锥体，去锤你的这个双 A 柱这个很不容易你看。我说真的，这个影片如果是真的话，你看锤这个双 A 柱，A 柱其实是最弱的地方，对，它还能承受得住然后还给你压顶还用这个所谓高压力这样还有压顶的，你看这样压了之后呢，你看他就说什么，我们的车子的龙头是这个样子啊。哪是你说什么你的这个我们理想那么差？而且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这种卡车载非常大的一个货物，对，为什么？它的安全性一定要非常高。对，结果你理想羞辱我啊！对，没错，他就说什么我们有通过什么ECE 的这个认证，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通过了联合国的测试你是哪个单位的测试啊？你看他等于是出来跟你呛虾。那当然，你看马上成龙就发，你看活着才有资格谈理想，你看很故意对不对？活着理想，对啊，然后你看护航100万卡友真安全，然后不作秀，又在讲理想。对所以呢就是这样子那你看他们说什么？你看那人他们就出来了，我是东风柳汽商用这个行销的这个副总我们说了真金不怕火炼，是驴子是马吧？来全场景来溜一下了。最近某品牌正是就是把一个安全变成了一场国流量的一种这个游戏，那误导了客户，再加上就是挑战了大家对我们整体汽车安全的一个尝试我们听错是副总经理主动站出来，所以主动来开战的。所以我就说嘛，你卷过头了嘛，你这次虽然说你没有价格杀，但是你是用踩在别人，尤其踩在别的汽车的这个卡车的这个身上，他们当然跟你对战。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这次人家就说嘛。因为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他撞的时候呢，这个成功卡车的这个车头是往前嘛，对。但事实上就有人出来说，你看，因为他们这都有卡损会卡住，卡损会卡住，也就是说，它这个下面的这个车，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卡车后面它其实是一体成型的这个底盘。底盘来说，车头上面来说，它会卡住这个底盘，完全把它卡住。对，所以你照理说撞的时候呢，它不会往前弯。那什么人会把这个车的卡榫拿掉？那就是不专业，所以很少会有货车这样，所以他才说违背常识就是这样子嘛。好，那不过呢，我就讲站还没站完，因为为什么？因为成龙卡车是说我们送给联合国检验的嘛。那你这次的测试是谁测试的？就没想是这样子。他们是中国汽研的这个证券的相关人员，他们中国汽车工业的工程的研究院的股份有限公司，他们给他们测试，对，所以给他们测试的时候，他们就说没有啦，我们上述测试是用一个全新的这个卡车测试全过程符合规定和标准，不会刻意调节这个车辆的参数所以也就是说，理想还有包括说像这一次参与碰撞的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都说没我没有调虽然双方还是没有谈拢双方还是继续在战所以来说这一场战争来说还没有结束可能双方会继续这样子持续的缠斗下去。就理想也没有认错，然后这个研究单位也没有认错，这样的状况，那当然了，卡车也不可能认错。所以现在三方我们就看他们后续会怎么处理。好，那我们不是讲吗？那为什么理想要做这样一件事？因为理想最近感受到业绩的压力。照我跟你讲，他的财报约莫是在这个前一阵子发表了，你看。他们发表在今年的5月29号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每一台这个车子的这个利润率你看原本在2023年的时候，一台车大概可以赚1.78万人民币，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是7000块人民币，7350块，今年已经降到7000块了所以降幅非常非常大嘛。那降幅非常大的时候，那怎么办？我现在当然只能够想办法去卖出来。那问题是政府现在不能够让我这个销价你看，尤其是因为它这几年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中低价，因为它算是中低价，价格一直不断的滑落。你看它原本的这个平均单价来说，今年已经下降到26.6。比去年要下降3.6万左右一个状况，然后他推出很多方法，什么免息啦、5年免息啦，然后还有首付多少钱啊，6万人民币然后每天只要99块，然后还附赠什么充电桩，还有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选装基金一大堆，过去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在杀价，所以他这个理想 L6 还有很多东西卖得不错，可问你，我问你，现在能不能够这样做了？现在已经不能够杀价了。
不能够杀价之后，那怎么办？你就只能够用杀别人的方式，用踩在别人的尸体上面来说，来让我的这个车子的价格看起来这个比较物超所值。虽然说这一次呢卷过头了，你卷到这个成龙卡车之后，成龙卡车现在是火力全开跟你对杠的一个状况。这种现在理想汽车，刚快人家都已经要跟你宣战了，结果现在被抓出来之后，现在变成中国网友的笑柄，全中国的笑柄。没错，你看雷根号航空母舰这么的嚣张，那我们就派出谁？派理想去撞它嘛。撞它之后，你看雷根号马上就被它撞了之后，你看它雷根号的航行，你看出现了理想，然后理想就急速前进之后就撞了它，撞了它没多久之后，这个雷根号居然就着火之后就沉了。你看这变成是一个笑柄嘛，大家都在笑你，反正你可以造假，我也可以造假啊，然后什么关系？你的这个报告是假的，我也是假的，你看就撞，后来就快速撞卡车到撞航空母舰，然后撞下去之后，你能吹，我也能够吹。对，然后撞了之后，你看航空母舰就爆了之后，你看就沉下去。然后它最后的 slogan 最好笑，最后的 slogan 大家可以看一下：强国理想不容侵犯。所以我就讲嘛，事实上这就是营销打过头了。那这为什么打过头？说到底都是中国目前为止的车市还是在个内卷。你既然不能用价格卷，我当然就用其他方式来卷的一个状况。宇轩，我刚刚看画面也太扯了吧！理想汽车你卡车那也就算，现在被恶搞成这样，你还可以撞航母，就代表什么？大家对于这种信任度完全是没有。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为什么？因为理想汽车就找他们去做。未来理想汽车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为什么？它可以对标航空母舰，它可以对标雷根号，它也可以对标卡车。我想，只要他想它连对标 F-35都办得到。但你知道真正让大家瞠目结舌的是什么吗？因为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它还盖的这个章，这个章跟什么官方很像？对，它曾经是国企，换言之，它是有官方色彩的东西在里面。即便说它现在民营化，但不禁会好奇一件事情：如果连你中国这种高度官方色彩的公司单位都敢造假，那整个中国谁不会造假？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离奇在哪？因为你仔细看哦，当它这个车辆直接撞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管你是新车，不管是旧车造的，这个违反动力学。它如果是整台卡车哦。这样撞，他们按照相关的自动，因为它整个零件是连接在一起的，它应该是要往后退才对。它怎么会说鬼掐头按那脆狗狗屁？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在讲说，跳起来的这个动作，绝对是我们讲导演，绝对是拍片嘛，不会这样子。我们前阵子还讲说，中国都有一些不要搞一些怪力乱神的什么神功护体的片子，结果你拍这个测试片也一样怪力乱神啊。然后他只是回应说，符合规定标准，不会因为客户身份。刻意调整参数，不然你没有人说你调整参数啊。这台车卡车或许它是原本的车啊，只是你把这边零组件给它松脱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美感去给它调，它自然会这样子啊。因为正常的车辆被撞不会车头飞起来嘛，很奇怪哦。那你看哦，补充说明说什么？虽然挂中字，很多人一直以为它现在还是国家企业，他说不是，它现在已经改为民营化了哈。那跟懂车帝有没有记得我们前阵一直介绍懂车帝？是一模一样的，但照我跟你讲，这懂车帝现在也倒大霉了啊！我们前阵子一直介绍说，他之前央视不是还有帮他去转发这件事情吗？不是各式的中国的电动车有没有打勾，有没有叉叉？结果他说实话，他出事了。因为千错万错，你知道他做错这一件事情吗？他不应该说实话。他说最棒的车子是什么？特斯拉。对，特斯拉是什么？是美国车嘛？对，那不是你中国车嘛？那你这样子不是入华吗？所有中国的车子都输你特斯拉，所以马上哦，有小粉红义愤填膺的，有这种博主跳出来说，我跟你讲，懂车帝乱搞。他说为什么懂车帝乱搞呢？因为问界N9这台车啊，我们中国人的骄傲。60时速撞上假人，小米 SUC 自动完全失效，马斯克却兴奋的转发说没有中国数据第一，入华。然后呢，就网友逐帧哦，他说我一帧一帧一帧去看那个影片，但我心里想，你看这影片没意义啊，为什么？就照我这是剪辑过的影片，对，它不是完整播放，所以你逐帧测试，你到底想测试什么？他说华为的车型测试的时候，方向盘被强制回正，他要替华为讨回公道，而且懂车帝辩称说是 AEB， 什么是 AEB？就自动刹停系统抑制了 NCA 是什么？就是它的自动驾驶系统绕行的功能。换言之，他说哦，是因为它呢突然间要刹车，所以刹下去之后呢，导致说它原本要变换车道的状况没有办法变换。哦，这是我们讲懂车帝他所声称的嘛。那照我跟你讲，因为我开车也常常它会有自动驾驶，我自己也有在用。对，你知道当你遇到那种车况，因为它原本会沿着道路行驶嘛，但比如说突然间有机车冲出来的时候，靠近你哦。理论上来讲，你如果正常是什么？你要闪，对不对？对。但我跟你讲不会，
自动驾驶系统会怎么样？我开的不是什么中国的老外的 B， 它就会砰自动刹停，它还是会把它刹住。别人靠近你，你会刹住。对，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懂车帝这个说法我吃 OK， 但他紧接着来开始讲说这是网友爆料他的网友在那边骂懂车帝网友，特斯拉有120公里的时速，但是呢有120公尺的跟车距离，结果呢问界 N9 呢只有130公里的时速，45公尺的死亡距离。换言之，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公平，你都是刻意在那边抹黑我们中国车嘛，你就是收钱嘛。我心想说你确定吗？懂车帝当时央视还播，公安还播，他真的有可能去收我们讲 Tesla 的钱吗？还是帮谁打广告吗？但你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状况吗？它凸显出一个结果，如果跟央企、跟国家企业有关的单位都敢造假，那现在中国内卷到已经没有人相信说到底谁做的是真是假了嘛？比如说，我们就举小米为例好了，小米 SU7这台车子，它也有在测试名单里面。他当时怎么喊的他说我有16.8亿种驾驶模式，真的假的？16.8亿种，我心想说立马攻占16.8亿种的驾驶模式，我心想说。光入口都没有16.8亿种了，你到底你是要干嘛？你是可以飞到外太空，还是潜到深海里，还是你有火山运行模式？这更扯，山海 T7，这是我们讲奇瑞汽车推出来的车子，你知道他在发布会直接喊说什么吗？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他可以撞赢卡车了，可以撞赢航空母舰了。他说马力1.8万匹马力。它1.8万，赵人知道有在开车的2000cc 算正常，对，4000就已经我们讲大更了呀，4000就已经算是跑车级了。你跟我讲你1.8万，你知道1.8万大概会怎么样吗？我在台北车站等红绿灯，我踩个油门我会到内湖去，这个大1.8万就这样子，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就到了，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但是有网友就很好奇嘛，就去抓说他们车子相关的问题，后来发现比如说像这台车。它原厂这个叫 Avatar 呢12，它原厂的风阻系数跟你讲说只有0.21换言之就是在100公里时速、120公里时速来讲0.21，结果有人就把它拿去风洞测试也是这种巨大专业的风洞，发现明明就0.28，所以你知道吗？因为中国车卖每一台车都是在灌水，比如说驾驶模式灌水、马力灌水、风阻也可以灌水。那对这个我们讲阿维塔还很不服气啊。说这是假消息啊，失真啊，还说要去告诽谤啊。但各位，你想想看，这么多家，比如说20-30种车款，20-30个厂牌，而每个厂牌想要脱颖而出，当然就只能胡说八道嘛。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说你信谁？我宁愿相信中国汽车含水量，各位不是含金量含水量它不用灌油，都灌水，光是靠水就可以跑得动。于峰，现在中国真的遇到一个大问题，我们刚才讲什么？习近平说不要去内卷，没有想到。带着他们企业、带着他们经济走的电动车，现在连车都卖得非常辛苦，还要去杀所谓的同业。在经济另外一面是什么？现在这种所谓的报复性社会的案件又来，我们之前看到非常多，包括有开车的去冲撞所谓的小学，甚至有人去拿刀去随机的杀人。结果现在这种案件一个一个出来，最新的是什么？竟然只是一个所谓的外送员，只是一个快递员。他气到不行，竟然持刀来伤人了。你现在万物皆可卖，万物都可以快递。可是呢，比如说我今天我买了一个名牌的 T 恤，对。可是呢，我看一看，我觉得尺寸不合啊。现在平台不跟你啰嗦，就跟我们台湾好事多一样，你只要在期限之内你退，我马上返还价钱给你。对。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叫小哥再去收货。其实这家人也蛮过分的，明明在家里面却不开门，小哥送一单才7块8块人民币，你现在给我弄一个300块，我怎么受得了？对，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去关了水阀。关了水阀之后呢，你在家里你躲也没用嘛，你总是要洗澡冲马桶吧。打开之后呢，双方就吵了起来。吵了起来之后呢，都没有好话。可是呢，你知道吗？动手的人当然是不对啊。这小哥最后，因为他们说外送快递嘛，所以呢还有这个美工刀，他就拿美工刀就动手了，就伤人了。伤人之后呢，可是你知道吗？大陆的网友一面倒是站在他这边的，为什么？你这个压力已经很大了，你是什么压力？生存压力。所以呢，小哥为的是生存。问题是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这个买家，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贪小便宜，这不对吧？姐，你看网友怎么说？心疼小伙子遇到烂人。人生尽毁，匹夫一怒，血溅5步。对，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当你的经济已经不好的情况之下，经济压力压下去之后呢，很多人就会受不了。这个在湖南，你知道吗？有一个小区，这小区突然之间呢，很多人就发生说，哎呀，
怎么有人犯案了、杀人了？然后呢，大家就跑去看。还有一个爸爸说：“我今天带着小朋友下午3点的时候在那个小学附近玩，结果以为看到的是什么？以为是看停车的时候看到，以为是个车祸。那小朋友去看热闹，回来就说：‘爸爸怎么有人死了？’大家去看才发现很多人被杀死了，而嫌犯呢就是这一个人。而这个人动手之后呢，你知道吗？他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也没有分大人小孩。这个小区就是在一个小学里面。”在小学的周边，所以呢，死伤的人也有小朋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不要问说啊，那他为什么要动手？不会有答案的，因为最后呢，这个警方的通报呢也会把它给淡化掉。但是我们看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从今年1月开始，江苏南京无差别持刀杀人4死，3月的时候呢，浙江也是在超市门外持刀砍人，多人倒地，伤亡不明。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火气非常大。对，最近在网络上面热议的就是这个女生啊，皇帝这个女孩子她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小学课本写到的，白羊跟黑羊在独木桥下相见了，相见之后你不让我也不让，最后就对他卡住，然后刚刚好平头哥就直播主，他开的就是白色的车，我们就叫他白羊好了。对面的 Mercedes-Benz 就是黑羊，因为双方不让，那不让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吗？你终究要解决嘛。对。结果没想到呢，黑车下来之后呢，就叫白车一直退，白车就告诉你说，第一我后面有车，第二我右边的轮子已经在草皮上面了，要不兄弟你也让一下，我们看怎么样？不行哦，女生你知道吗？回去以后就讲出了一句话。再要不然我就要拿证喽，拿证了哦。结果这是什么证？我们待会来讲，蛮特别的一个证。然后呢，他还拿手机出来拍了这个白车的车主，感觉上你是执法人员吗？不然你要拿什么证呢？结果最后呢，安来 check 之后呢，这台车终究双方还是有让他给一个会车过道嘛。可是后面来喽。这一个男生把网络把他影片 PO 上去之后呢，拿证的影片 PO 上去之后呢，当天晚上警察就上门了。而特别的是，不是来找这个白车的车主，找的是谁？是白车车主的妈妈啊，是在乡下地方找到他的家人了，对，找到他老家，再找到江山那边的老家了，你知道吗？有民警，然后呢有派出所的公安，然后就说你这儿子的这一种把影片泼到网络上面的行为特别不好，你必须要做一点思想工作，把他的影片给撤换下来。那大家就想嘛，那到底是惹到了谁啊？第一个他不是讲拿证吗？对。然后呢，第二个他可以查出他的住家的地址。你或许你要是真的跟他回家，你可能查得到他家，但你怎么查得到他老家呢？而且他是查什么户籍地址？对，然后太扯了。然后这个直播主呢就只好道歉了嘛，然后就是只好拿稿子照念。不过他还是蛮有脾气的哈，他最后虽然是道歉啦，可是呢，他是用比较cos的方式，哎呀，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子，当初你一跟我讲拿证，我必须要怎么样，第一时间要马上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结果呢，还是把这影片给 PO 上去了。一路下来之后呢，现在来讲，整个烧起来之后，大家就要问2个问题，第一个什么证？对，哎呀，车子遇到状况，我只要拿出一个证，是什么？可以吃无敌星星吗？第二个，这个女生是什么人嘛？对不对？好。结果网友就把他给剖出来了，皇帝哦，你再拿个证的话就可以。你说现在这个女生叫蓝翠竹，现在被网友形容什么叫皇帝？对，因为你有证，你要查出来到底是什么证。然后呢，这个因为真的是影响不好，所以呢，官方也出来讲话了，说这个证其实不是她的证，是她老公的。她老公呢是在司法机关，所以呢，她老公的这个证呢，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执法证。是她老公的，不是她个人的。可是呢，大家想说，那你拿证干嘛？她说拿证只是为了吓唬对方啦。可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很多这种情况，大家就是不能够吞论。以前可能要吞的，但是我现在经济不好的话，你拿证也没用，你查出我老家也没用，我就是把这影片给上网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中国经济跟社会都出大问题，出大问题之下，权力就会成为一个大家讨论的焦点。今天法国的《回声报》他今天写了一篇，他说什么？他说习近平现在被中央政治局，他现在要被逼宫了吗？对，这不是美国的媒体在写而已这是法国欧洲的媒体法国也在写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习近平好像又被逼宫，好像最近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有人要他下台。
而他就点出一个非常奇特的时间点，就是6月30号的时候，在中共内部召开的政治局的会议当中呢，竟然这些政治局的委员们要求习近平说，现在中国经济状况也不好，那你自己要不要赶快下来？说自请下台。对，但是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非常离奇哦。第一个，这个24名的政治局的委员其实都是习近平自己亲自钦点的。而当中来讲，何卫东呢，现在已经不见了，但只剩23名。好了，那23名除了习近平自己以外，就是22。其他的基本上帮他提公事包的这些什么枝江新军的那些人，弄一弄来讲的话，顶多里面我们觉得说比较有可能讲话，说不定只有张幼霞而已。其他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都是他的子弟兵，而且都是听他的。那谁敢在这个会议上面讲话呢？所以这个法国的这个媒体也是很奇特哦，因为他跟美国的媒体基本上来讲的话，似乎背后好像有一股力量都在运作，希望习近平赶快在这个时候赶快自行请辞哦。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因为习近平的确在内部引起很大的争议。刚刚我们提到很多内卷的事情，对，还有很多这个中国内部离奇的事情发生哦。所以呢，这是不是应该习近平治国方面来讲的话，的确发生问题？不过最近来讲很多传言来讲的话，应该是不攻自破啊。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现在其实权力还是非常稳固的。怎么说呢？因为8月3号，今天8月4号吧，8月3号。蔡奇就出现在北戴河，而现在北戴河呢，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叫做北戴河会议，叫做北戴河暑休啊。现在改成名字了。北戴河的暑休，什么叫暑休？就暑期休假啦。也就是说，有点像美国大卫营这种概念大家固定来讲的话，要去那边度假。那他当然也去见那个所谓的专家学者而且他提到一点，就所谓的人才强国的概念。这个我觉得习近平以后接下来来讲的话，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在走了。如果说传言8月是真的习近平要下来的话，那问题来了，9月3号不是他要阅兵吗？那9月3号是谁阅兵啊？就不是习近平阅兵嘛？而且9月3号普丁也要到北京去啊，所以9月3号阅兵来讲的话，更加证明很多的传言都是谣言而已那习近平来讲的话，到目前权力还是非常巩固的。不是，我们刚刚才特别讲到紫禁城内谣言也太多了，但现在什么？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台美关税不要忘了，赖总统说什么？这是暂时性关税，这代表什么？都还可以谈下去。今天有个讯息我眼睛都亮了。这个是阿拉斯加的州长，他说了什么？他说，包括了日本，包括了韩国，包括台湾，都要买所谓的天然气，尤其什么？我们台湾可能是最大的客户，这代表一个事情，不是在讲这个暂时性关税还有5%要慢慢谈吗？原来这个所谓的天然气也是这个谈5%关税里面的筹码之一吗？所以结账5%，台湾的关税有可能还会再降，甚至半导体232条款的关税也会降。为什么呢？这个讯息出来，阿拉斯加州长发布这个讯息，其实时间非常的巧。你看把时间仔细看清楚，我发现阿拉斯加的州长邓立伟其实是7月29号。会见了台湾的拜访团，对，那他7月29就见了8月1号公布前。关税公布前，他怎么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反而到了8月4号才把这个消息透过台湾的媒体把它放出来，让大家看到原来台湾对阿拉斯加州的贡献很大，将是阿拉斯加史上最大的一个天然气采购案，甚至对于影响也很大他接下来说，台湾都买了，韩国你也要跟进啊，然后泰国也会跟进啊，接下来印度、菲律宾都会跟进啊，而且这是一个稳定而且坚固、绝对稳固的一个采购协议，那代表什么？这个案子一定会成，台湾进来就成了，你知道吗？台湾这个影响很大总共台湾是买了600万吨，是第一大客户，它总共只要开采2000万吨的，代表将近1/3都给台湾，那台湾定下来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所以台湾采购这么大的一个对美国这么重要的采购案，那川普接下来会给台湾怎么，你就可以猜得出来嘛。所以故意是在7月29号见，8月4号才公布这个消息，表示后面将会有陆陆续续台湾投资跟采购美国好消息出来。那对美国来讲，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阿拉斯加石油很多，川普一直希望开采，但是这个地方是什么？不要看它是绿油油，这是北极，所以它叫北坡石油，靠近北极的坡，石油非常多，都是闲置的。那我为什么闲置？为什么不开采呢？重点是这一条路线，你不要小看这条路线这有48个台湾那么长啊，所以要开一个路线，从这里往这里开，要有天然气接收港，所以要投了钱，要440
每亿美金1.3兆台币啊，而且这是冻土你要在冻土里面，就平常都是冰天雪地，要冻这个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为什么这叫绝对稳固？有台湾加入绝对稳固了，所以一旦这个能够开成，钱投下来就会把这个案子弄成，美国再度伟大，川普的能源梦才会实现嘛。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台湾采购将近1/3嘛，所以440亿美金代表什么？有1/3的钱是会由台湾出，因为国际惯例就是你要分配多少，你就必须要投多少股权。那他也讲很清楚台湾买了之后，韩国也会买，泰国会买，印度跟菲律宾也会买。当然，日本是在台湾之前，日本已经先宣布了，所以日本是第一个买的，台湾是第二个买的，但台湾买最多。然后最重要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阿拉斯加卖这个还附带一个非常好的服务，我还没看过这么好的服务，竟然还类似什么电商包邮到家，直接运送宅配到你家的服务。他就讲很清楚他们的参议员跟州长运送直接到你家的，对，他们的参议员跟州长其实都是共和党这是一个共和党州嘛，他就讲清楚，台湾以后你买卡达的天然气，假设发生了区域冲突的话，意思就是中国要封锁台湾了。那中国要求卡达不要运到台湾、日本、韩国，那卡达船就会往后开，因为他根本不敢过去啊。那如果中国敢说叫我们不要运去台湾，我们会说我不会听你的，你碰碰运气吧。美国才不会，甚至如果你敢打我的话，我还可能派出海军来护航。所以等于是美军是外送这个所谓的天然气。你今天中国你敢封锁台湾？我今天进来，你敢打，那我跟你开战的。对，到时候天然气船还有什么外送员在护送，就旁边有航母美军外送员，对，美军变护送员。所以这个天然气虽然弄起来很辛苦，但是一旦开发成功了，刚好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审计部在讲嘛，其实台湾天然气非常紧张，到夜间电力跟安全存量只剩10%左右，甚至8.5、10.3、8.5。整个天然气跟天然气电厂其实非常的吃紧，要盖也变很慢，所以碰到这个问题之后，如果能够确保天然气能够顺利运进来，贵一点对台湾来讲是换到安全的保障。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